美国针对伊朗的第二轮最严厉制裁生效之日已越来越近，国际社会正将目光转向白宫政府，看其如何应对当下困局。众所周知，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，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俄英法德为主的国际社会反对。为了维护伊核协议的有效运行，中俄英法德5国已经在维也纳会议、联合国大会以及最近的亚欧会议上进行了多轮的商讨，发布了多个声明，这给了伊朗坚持的信心，也给了美国较大的压力。毕竟美国的经济制裁必须依靠盟国的协助，否则即使最严厉的制裁措施，效果也将会大打折扣，根本无法达到美国的预期目的。目前，包括中国、印度、欧盟在内的多国在伊朗的石油进口量上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，甚至有的国家还有所上升。另一方面，为了规避美国的金融制裁，我国已与伊朗签署了人民币石油结算体系，而欧盟方面更是设计建立了一套可替代美元的货币结算体系。可以说，借助美国制裁伊朗这股东风，各国正在加紧摆脱美元在全球石油结算体系中的地位。美国的第二轮对伊制裁从宣布到现在，尽管时间还未到，但在全球多国的反对下，已经显露出了失败的迹象。不仅达不到美国的预期目标，还动摇了其美元的霸主地位。针对此，特朗普政府近日就率先做出了妥协。美国财长姆努钦周日在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时，就对媒体表示，目前白宫并不期待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会在11月将购买量降至0。同时，他话锋一转地提出条件称，购买伊朗石油的买家可以获得制裁或免权，但必须将进口数量减少20%以上。姆努钦还解释让步原因为，伊朗石油供应减少影响了全球原油价格，使其近期出现快速上涨现象，这对于国际经济稳定不利。分析表示，美国之所愿意做出妥协让步，很显然一方面是因为多国的阻扰导致制裁目标已无法达成，为了不让美国在全球面前丢脸，提前做出妥协无疑面子上更好看一点。另一方面，则是国际油价的快速上涨已经影响到了美国国内的油价，这将使特朗普团队在即将开始的中期选举中处于不利局面。最后，美国还担忧第二轮制裁生效后，俄罗斯通过转手倒卖的方式，既帮助伊朗逃避制裁，还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抢占更大的份额，获得更大经济利益。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高官近几天就不断警告俄罗斯，奉劝俄罗斯最好连想都不要想。正是出于以上3个方面的考虑，最终美国不得不承认制裁已濒临失败，并相应做出妥协调整。只是没记错的话，韩国和日本好像已经响应美国清零的号召，将伊朗石油进口数量实现了清零。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，一时间惊呆了全世界，因为这意味着冷战的铁幕开启，可能引发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。中导条约是美国总统里根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于1987年签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条约。该条约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和平，给欧洲带来了稳定。根据条约内容，美国与苏联都销毁射程在500到1000公里的短程飞弹，以及销毁射程在1000到5500公里的中程飞弹，包括搭载常规与核弹头的飞弹。飞弹的陆基发射器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美国和俄罗斯共销毁了2600多枚飞弹，可以说有效地为核军备竞赛降温，给全世界的核威胁降低了许多。签订这份合约后，最开心的就是欧洲，不用担心在核武器的笼罩下惶惶不可终日。欧洲也利用这30年时间，叛命地发展经济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总量甚至超越了美国。特朗普说退出这个条约的原因是俄罗斯没有遵守规定，这其实是非常牵强的理由，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，都会偷偷准备后手，没有谁违反不违反的问题，只是签订了这个条约后，大家都不敢大规模搞了，不敢明目张胆搞了，这对全世界都是好事。那特朗普会不会真的退出中导条约呢？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。
毕竟之前他说过要退出的条约基本都退出了。特朗普说要退出 TPP， 上台后很快就退出了，让日本等国家如丧考妣，茫然失措。特朗普说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，后来果然就退出了，让所有欧洲国家为之震惊，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提前预判到了，无不惊愕不已。特朗普为了区几亿美元会费，就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这样一来就不用交会费了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特朗普不顾反对，退出了伊朗核协议，这可是美国、欧洲、俄罗斯等许多国家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达成的协议，说退就退。如果说之前特朗普不断退出各种组织和协议只是经济战略的一部分，那么这次退出中导条约则完全是战争的姿态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，那么俄罗斯会怎么干？这本来就是一个双边条约，美国一旦退出，协议就作废了。俄罗斯迅速发表了声明，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，那么俄罗斯也将退出，针锋相对，毫不退让。这意味着在过去30年间销毁的近3000枚飞弹前功尽弃，新的冷战又将开始了。人类的核战争威胁越来越大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俄罗斯和欧洲突然之间多了几千枚飞弹对住彼此，大家还睡得住吗？特朗普此举毫无疑问将俄罗斯和欧洲都推向了地狱，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。这是一个无比疯狂的人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现在的特朗普已经完全抛弃了欧洲盟友，已经完全不为欧洲考虑。退出伊朗核协议，要求欧洲各个国家在11月初将从伊朗进口的原油降到0，很快就到11月了。这意味着欧盟辛辛苦苦在伊朗的投资一夜之间化为灰烬，这是让欧洲无比痛苦的损失。如果欧洲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，那么特朗普将对欧洲国家和欧洲企业进行制裁，极其的冷血。退出伊朗核协议，从经济上打击伊朗，从能源上打击欧洲，这是特朗普极其凶悍的一面。退出中导条约，让欧洲成为核武器的火药桶。不但在经济上打击欧洲，在军事上，欧洲现在也陷入了陷阱。这个条约彻底使得欧洲将生活在危险之中。默克尔之前的预见是非常明智的，他说现在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，欧洲必须学会自己保护自己，欧洲必须自己依靠自己。现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薄弱，德国更是如此。如果德国从此开始进行军事建设的话，将会分散自己的经济力量，从而降低对美国的经济威胁。特朗普公开表示退出中导条约后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，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鹰派博尔顿表示，这是美国明智的选择。实际上，这是将美国也推向了危险。在特朗普公布这个决定前，白宫内部也经过了激烈的斗争。美国国防长马蒂斯表示反对，因为这会导致可能失控的核战争风险。而且他还表示，这必须征求北约伙伴的意见，因为这对欧洲国家将带来巨大的威胁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特朗普很不高兴，认为马蒂斯过去是一条疯狗，现在是一条温和的狗。还在公开的采访中表示，他可能开除马蒂斯，这毫无疑问是在敲打马蒂斯，要他表现得更激进。连马蒂斯过去这个号称疯狗的战争狂人都认为特朗普玩过头了，可见现在的特朗普多么的疯狂和歇斯底里。现在的特朗普的不断的退群，已经成功将全世界搞乱，不但在经济上，在政治和军事也同样如此。它使得叙利亚战争结束遥遥无期，因为支持反对派，使得叙利亚陷入了长达8年的内战，无数人妻离子散。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，使得中东进一步大乱，几大宗教开始厮杀不已。他退出伊朗核协议，使得欧洲和伊朗都陷入了危险，使得美国和伊朗随时可能爆发战争。只是在关键时刻，马蒂斯克制了。但是接下来，马蒂斯这个号称白宫仅剩的一个理智派，还能阻止得了特朗普一颗战争的心吗？
恐怕非常难。现在唯一最可能的希望就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，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的多数席位，只有通过国会来制约特朗普。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，那么未来将洪水滔天，特朗普会更加肆无忌惮，会变得更加暴力。美国军方曾表示，如果特朗普下达核攻击的命令，军方会拒绝执行。甚至美国军方还发表过一篇文章，分析美国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。毫无疑问，目标是指向特朗普。不管如何，特朗普已经搞乱了全世界。现在唯一能制止特朗普的只有美国自己。美国的国会是立法机构，是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权分立、制约与平衡的关键。现在美国国会被共和党掌控，立法权被特朗普滥用，特朗普又通过任命大法官，在司法上又染指，他甚至还想干涉美联储。因此，所谓的三权分立现在非常脆弱。如果这样下去，美国会变得非常危险，会越来越具有攻击性，特朗普会越来越冒险。不成功则成仁，万劫不复。特朗普在经商的时候曾经破产过4次，人的一生破产几次还可以重来，一个国家要是破产1次就再也难起来了。特朗普不明白这一点，再拿国家重复他过去的冒险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，上天欲灭亡之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希望这个世界重归和平，尽管这个世界从未真正和平过。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，只是生活在